你每天早上吃鸡蛋，以为自己正在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可是如果有一种你几乎每天都会顺手搭上的食物，正在悄悄把鸡蛋的营养价值一点一点的抵消掉，你会不会重新审视这顿早餐？今天我们要认真聊3种会削弱鸡蛋好处的食物，而很多人对此毫不知情。鸡蛋是地球上营养密度最高的天然食物之一，这不是随口一说，而是营养学领域反复被验证的事实。一颗鸡蛋包含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9种必需氨基酸，提供的是结构完整的优质蛋白质。它含有胆碱，这种成分参与大脑中乙酰胆碱的合成，与记忆功能和神经信号传导直接相关。它含有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这2种类胡萝卜素对于维持黄斑健康、降低眼部退化风险有实质作用。它还含有维生素 D、维生素 B12 以及一套在代谢环境良好时能够支持心血管功能的脂肪组成。单看蛋黄，它就像大自然精心设计的营养载体，结构紧密，功能多样。但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真正理解一件事：营养能不能发挥作用，不只取决于你吃了什么，更取决于身体在那个时刻能不能有效吸收和利用它。当你把某些食物和鸡蛋搭配在一起，改变的不只是口感，而是整个代谢环境。干扰可能来自血糖波动，可能来自肝脏负担，也可能来自高温条件下不同食物成分之间的化学反应。接下来我们一种一种说清楚，因为这里面的逻辑非常值得你花时间了解。几乎每个吃早餐的人都做过这件事，而且可能做了很多年，从来没有停下来质疑过它。这件事就是把鸡蛋和白面包或精致面粉制成的吐司放在同一个盘子里。这种搭配出现在无数家庭的早餐桌上，也出现在酒店自助餐和连锁餐厅的菜单里。看起来简单、方便、营养均衡，但进入身体之后，它的故事是另一个样子。单独吃鸡蛋时，身体处理它的方式相当平稳。鸡蛋中的蛋白质消化速度相对较慢，血糖反应比较温和，胰岛素只需适度升高就能完成工作，之后逐渐回落。蛋黄里的脂肪通过淋巴系统被运输和包装，脂溶性维生素借助这些脂肪顺利穿过肠道屏障进入循环，饱腹感持续时间长，身体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代谢状态，这才是鸡蛋本来应该发挥作用的方式。但加上2片白吐司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精致面粉在加工过程中去掉了膳食纤维、胚芽和麸皮，最后保留下来的主要是淀粉。你的消化系统几乎不需要太多努力，这些淀粉就被快速分解成葡萄糖，迅速进入血液，血糖急剧上升，胰腺随之分泌大量胰岛素，试图把血糖拉回正常范围。问题就在这里，鸡蛋被卷入了这个代谢环境。较高的胰岛素水平不只是在处理面包带来的葡萄糖，它还会改变鸡蛋中营养素被吸收时的整体身体状态。胰岛素升高会优先推动脂肪进入储存路径。蛋黄中原本可以参与细胞修复、激素合成和神经功能支持的脂肪，在这种环境下更容易被引导向脂肪储存，而不是被利用。胆碱在正常条件下有助于大脑合成神经递质，也参与肝脏的正常脂肪代谢。但当身体正处于血糖快速波动的状态时，胆碱的利用效率会受到明显影响。还有一个机制同样重要，但很少被提到。精致碳水化合物在高温烹调或消化过程中与蛋白质共同存在时，可能加速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形成。糖基化是指糖分子附着在蛋白质或脂肪分子上，改变它们的结构，使其功能受损。鸡蛋富含蛋白质，当它和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同时被摄入，体内葡萄糖水平迅速升高时，糖基化相关反应就更容易被推动。这个过程与细胞老化加速、血管弹性下降以及认知功能退化都有一定关联。研究发现，长期较高的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负担与慢性炎症和代谢性疾病风险之间存在值得关注的联系。如果一个人每天早上都是这样吃，1周7天，1年52周，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份看起来很健康的早餐，最终没有带来人们期待中的效果。解决方法其实并不复杂，如果你想在吃鸡蛋的同时搭配一些淀粉类食物，可以选择消化速度更慢的来源，比如红薯、豆类或者燕麦。
这些食物能让葡萄糖更平缓的释放，帮助胰岛素维持在更稳定的水平，同时也提供膳食纤维，支持肠道菌群参与营养代谢。更理想的选择是把鸡蛋和非淀粉类蔬菜搭配在一起，比如菠菜、番茄、蘑菇或牛油果。当鸡蛋处于一个血糖反应温和的代谢环境里，它才能真正把自己的营养价值发挥出来。现在我们来说第二种食物，这个答案常常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它带着一种非常强烈的健康光环。很多人觉得把它和鸡蛋放在一起是一种有品质的早餐选择，它出现在果昔里，出现在早餐碗旁边，出现在酒店餐厅的玻璃杯里，也出现在许多人每天早上伸手就会拿到的位置。它就是果汁，尤其是商业加工果汁以及一次性大量饮用的现榨果汁。要理解果汁和鸡蛋搭配时会带来什么问题，你需要先了解果糖的代谢方式。无论是橙汁、苹果汁还是其他果汁，本质上都是一种高度浓缩的果糖来源。在完整水果中，膳食纤维会减慢糖分被吸收的速度，水果本身的体积也限制了你一次能吃下的数量，所以身体处理果糖的系统不会被突然淹没。但当水果被榨成果汁，纤维几乎被完全去除之后，你喝下去的是一杯液态的浓缩糖分，果糖迅速进入身体并快速抵达肝脏，这一点至关重要。果糖的代谢路径和葡萄糖根本不同，它不走常规的血糖利用通道，而是主要在肝脏中被处理。当肝脏一次接收到大量果糖，也就是你喝下一整杯果汁时通常发生的情况，它可能将其中一部分转化为脂肪。这个过程被称为从头脂肪生成，是身体从非脂肪来源重新制造脂肪的机制。这时候鸡蛋的问题就出现了。鸡蛋含有膳食胆固醇，也含有多种脂肪，包括少量饱和脂肪。后来的研究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对大多数人来说，鸡蛋中的膳食胆固醇并不会明显升高血液中有害胆固醇的水平。事实上，鸡蛋可能让低密度脂蛋白颗粒更多，表现为较大较轻的类型，而不是较小较密的类型。前者与动脉损伤的关联通常更低。也就是说，在整体饮食合理的情况下，鸡蛋本可以成为支持健康血脂状态的一部分。但当大量果糖同时涌入时，肝脏就要同时面对处理果糖带来的脂肪生成压力，以及来自蛋黄的膳食脂肪。研究发现，长期较高的果糖摄入可能推动甘油三酯水平升高。甘油三酯是血液中循环的一类脂肪分子，其水平持续偏高与心血管风险之间存在关联。果糖驱动甘油三酯生成，而蛋黄中的脂肪又在同一时间进入代谢系统，两者叠加会让肝脏承受更明显的代谢压力。如果这种组合长期反复出现，可能与甘油三酯升高、脂肪肝风险增加以及慢性低度炎症有关。这些变化会削弱鸡蛋在良好环境下本可发挥的保护作用。还有一个层面同样值得关注，那就是胰岛素敏感性的问题。虽然果糖不像葡萄糖那样会直接快速推高血糖，但长期大量摄入果糖可能影响细胞层面对胰岛素信号的响应能力。当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时，鸡蛋蛋白中的氨基酸进入肌肉细胞和身体组织的效率也会随之降低。鸡蛋本该支持的组织修复和身体重建就在这个环节打了折扣，氧化的问题也不能跳过。蛋黄中的不饱和脂肪包括优质牧场，鸡蛋中可能含有的欧米伽3脂肪酸本身就对氧化比较敏感。过量果糖会增加身体的氧化应激水平，产生活性氧，也就是能攻击细胞和脂肪分子的自由基。当这些活性氧在果糖负荷较高的代谢背景下遇到蛋黄里的脂肪，原本有益的营养成分就更容易被氧化降解，从支持健康的资源变成身体需要额外清理的负担。解决方法很直接，你不需要放弃水果，但吃完整的水果，而不是喝果汁；一颗橙子，而不是一杯橙汁；一个苹果，而不是一杯苹果汁。膳食纤维会从根本上改变糖分进入身体的速度和方式。或者更好的选择是，吃鸡蛋时搭配清水或不加糖的草本茶，把水果留到其他时间再单独吃，或与少量蛋白质搭配。当果糖和蛋黄脂肪不是同时大量进入身体，肝脏处理它们的压力就会轻松得多。当避开果汁和鸡蛋的同时摄入时，鸡蛋才能在更干净的代谢环境中真正发挥它本来的营养价值。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种食物，也是3种食物里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种，
它不只是降低鸡蛋能带来的好处，还可能在和鸡蛋共同烹调时，在化学层面促成一些对身体不利的化合物形成。而这个机制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食物就是加工肉类，尤其是培根、早餐、香肠，以及用亚硝酸盐腌制或烟熏保存的早餐肉制品。我知道你可能会想，培根配鸡蛋不就是最经典的早餐搭配吗？它出现在餐厅菜单上，出现在酒店自助早餐里，也出现在很多家庭的周末餐桌上。正因为这种搭配太日常、太普通、太像理所当然的事，我们才更需要把它背后的逻辑讲清楚。越是被习惯化的选择，越少有人停下来问一句：这样长期吃真的没问题吗？我们先从化学角度来看，加工肉类到底是什么？肉类在腌制和保存过程中，生产商通常会加入亚硝酸钠，用于防腐和保持肉品的颜色。亚硝酸钠本身并不是全部问题，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它在高温烹调和消化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转变。亚硝酸盐可以与氨基酸相关化合物，尤其是含氮的胺类物质发生反应，形成亚硝胺。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机构已将亚硝胺列为对人类可能具有致癌性的物质。多项大型流行病学研究也发现，较高的加工肉类摄入量与结直肠癌、胃癌和胰腺癌风险升高之间存在统计学关联。鸡蛋为什么会被卷进来？关键就在这里，鸡蛋富含蛋白质，而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构成的。当你在同一个锅里用同样的高温把培根或香肠与鸡蛋一起煎制时，鸡蛋中的氨基酸可能直接接触到加工肉类中的亚硝酸盐及其相关化合物。在高温油煎的条件下，这种接触可能促进亚硝胺的生成。鸡蛋本身因为富含氨基酸，可能在这种烹调环境中成为反应的参与材料，使亚硝胺更容易形成。研究显示，含亚硝酸盐的肉类在加热时，若同时接触高蛋白食物，产生的亚硝胺类化合物水平可能高于单独加热同类肉制品时的情况。一种本来非常有价值的营养食物，就这样被卷入了一个不利的化学过程。问题不只是亚硝胺，加工肉类通常含有大量钠，还带有相当高水平的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因为这类肉品在到达你的餐桌之前，往往已经经过预先加热、腌制或烟熏处理，本身就已经积累了较高的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负担，你再用高温重新煎制，产生的量会进一步增加。如果此时又搭配上同样在高温下煎制的鸡蛋，就相当于在原本的代谢负担上再叠加一层。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在组织中积累，可能使蛋白质交粘变性，让血管弹性下降，促进慢性低度炎症，是加速细胞老化和代谢性疾病进程中值得关注的因素之一。还有一个层面同样不应该被略过，加工肉类含有较多血红素铁，这是动物性食物中常见的铁形式，吸收率比植物性铁高得多。铁对血液血氧功能非常重要，但长期从加工肉类中摄入过多血红素铁，可能通过分盾反应生成羟自由基。羟自由基是人体中破坏力较强的一类自由基，可能损伤 DNA， 氧化低密度脂蛋白，使原本相对稳定的低密度脂蛋白变得更容易沉积在动脉内壁上，同时消耗身体的抗氧化防御储备。鸡蛋含有硒，而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重要组成部分。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是身体核心的抗氧化酶之一。正常情况下，鸡蛋中的硒可以帮助身体抵御氧化损伤。但当鸡蛋和加工肉类同时摄入，让身体同时面对来自血红素铁的自由基压力时，这种氧化负担可能超出鸡蛋原本能提供的抗氧化支撑。鸡蛋里的保护机制就像被迫先去清理培根带来的代谢混乱，根本腾不出手来做它本来能做的事。钠的负担也不能忽略，一份培根或早餐香肠可能含有500毫克到超过1000毫克的钠，短时间内摄入较多钠可能让血压更容易升高，增加肾脏的工作负担。蛋黄中的胆碱对维持正常甲基化通路有重要作用，这些通路与心血管健康密切相关，但长期高钠饮食可能促进血管内皮炎症，损伤血管内壁，而炎症状态会干扰胆碱原本参与保护的那些代谢路径。这就像一边在制造问题，一边又指望同一套系统来解决问题，两件事根本没法同时发生。这里的解决方法并不是要你永远不把肉类和鸡蛋放在一起。
如果你想要一份带有咸香感、蛋白质丰富的早餐，可以选择未经加工的肉类，比如一块简单烤制的鸡胸肉，一片没有用亚硝酸盐腌制的火鸡肉片，或者不添加防腐剂的烟熏三文鱼。这些食物和培根、香肠有本质上的不同，它们没有同样的亚硝酸盐负担，不会在高温下与鸡蛋中的氨基酸共同促进亚硝胺形成，也不会以同样方式让身体同时承受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和过量血红素铁的双重压力。把干净的动物性蛋白和鸡蛋搭配在一起，用中等温度烹调，而不是反复高温煎炸，你才能保留鸡蛋作为营养食物的真正价值。当避开加工肉类与鸡蛋的同时烹制时，鸡蛋才能在更干净的代谢环境中，把它能给你的东西完整的给到你。让我们把今天的内容收拢起来，鸡蛋本身非常出色，关于这一点，营养科学的态度越来越清晰。鸡蛋中的胆碱支持大脑功能，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帮助维护眼睛健康，完整的氨基酸组成参与身体组织的构建和修复。脂溶性维生素支持免疫系统和激素系统的正常运作，在合适的饮食环境里，鸡蛋可以做到这些，同时不会明显引起血糖快速升高，不会给肝脏增加不必要的负担，也不会主动制造炎症。但营养能否真正发挥，关键往往就在搭配环境上。今天说到的3种食物，白面包这类精致碳水化合物、浓缩果汁以及培根和香肠这类加工肉类，都会用各自不同的方式破坏鸡蛋本来适合发挥作用的环境。精致碳水让胰岛素快速升高，使鸡蛋中的部分营养更容易被推向脂肪储存路径。果汁让大量果糖涌向肝脏，推动甘油三酯升高，并增加氧化应激，影响蛋黄中有益脂肪的稳定性。加工肉类则可能在高温下与鸡蛋中的氨基酸共同促进亚硝胺形成，同时叠加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负担，消耗鸡蛋原本提供的抗氧化支持。你不需要把这件事想得很复杂，鸡蛋配蔬菜，鸡蛋配牛油果，鸡蛋配发酵食物，鸡蛋配未经加工的天然蛋白质来源，这些才是更能尊重鸡蛋本身营养价值的搭配方式。从这些简单的选择开始，你可能会慢慢感受到不同。不只是早餐后身体更轻盈，也可能体现在精力、专注力、代谢状态以及长期慢性风险管理上。关于鸡蛋，营养科学的认知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相当大的转变。曾经有整整一代人被反复提醒要害怕蛋黄，只吃蛋白，把膳食胆固醇当成必须严格回避的威胁。于是很多人丢掉蛋黄，只吃蛋白、煎蛋卷，再配上白吐司和橙汁，以为这才是正确的吃法。事实上，他们丢掉的正是鸡蛋里营养最密集的部分，却保留了那些真正会削弱鸡蛋价值的搭配组合。科学会持续往前走，当新的理解出现时，诚实的做法是跟着事实一起前进。鸡蛋不是问题，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把鸡蛋放进了什么样的饮食环境里。这件事想说的不是让你产生焦虑，不是要把早餐变成一场令人紧张的科学考试，也不是要把生活变得处处受限。他想说的是，你的身体并不是你的敌人，它从来都不是。今天讲到的每一个系统，每一条通路，胰岛素反应、肝脏处理、果糖的方式、氧化应激过程、亚硝胺相关反应，都是身体按照自己的设计在努力工作。问题在于，某些食物组合持续不断地给身体送去了它不适合长期承受的信号，尤其当这种组合每天重复，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影响就会慢慢累积，悄悄改变身体原本可以到达的状态。理解这件事不是为了让你害怕，而是为了让你有机会做出更有意识的选择和身体合作，而不是持续给它制造额外的清理负担。下一次你准备做鸡蛋的时候，在伸手拿白面包、倒果汁，或者把培根放进锅里之前，先停顿一下。真正的健康常常就藏在这短短1秒的觉察里。它不需要戏剧化的改变，不需要昂贵的补充品，也不需要复杂到难以坚持的饮食方案。它来自每天那些微小的选择，一个接一个地累积下去。鸡蛋能够跨越不同文化，穿过漫长岁月，出现在世界各地的餐桌上，不是因为人们碰巧选对了它，而是因为它的营养价值一直都站得住脚。你的健康是一餐一餐建立起来的，也是一个选择接着一个选择积累出来的。现在你已经知道怎样让每一颗鸡蛋真正为你的身体做到它本来能做的事。如
如果你身边有人每天早上习惯性的把培根、白吐司和橙汁一起端上桌，觉得这就是一顿标准的健康早餐，把这段内容分享给他们，因为他们也值得知道这件事。